我是极寒末世里唯一的发热异能者，网供暖室一做，周围气温就能回升到20度。副首领张叔把我当祖宗供着，将我的能力列为最高机密。可这天，首领的白月光空降基地顶替了张叔的位置，他踩着高跟皮靴，气势汹汹地站在我面前，端起杯冰水，兜头泼在我脸上。工作时间谁让你打瞌睡？就是你这种蛀虫，基地才越来越冷。这个月物资没了，明天交5000字检讨。我抹掉脸上的冰水，只觉荒谬。我犯困是因为昨晚透支异能给核心暖炉供热一整夜，才勉强让大厅温度没跌破0度。张叔特意说累了可以休息会儿，我正想辩解，夏诗雪裹着貂皮大衣，扬着整容脸，趾高气扬地走了。后勤老王过来劝：“小苏啊，这位是未来的首领夫人，末世前的大明星，最看不惯漂亮姑娘，你以后日子难过了。”原来如此，那好办，我跑路不就得了？反正想挖我的基地多的是，不差曙光基地这一个。回到由地下车库改装的狭小隔间，我第一时间拿出了藏在枕头下的卫星电话，联系了北辰基地的首领顾墨尘。之前他们开价每月500斤精米，10箱午餐肉罐头挖我过去，可我因为不愿辜负张叔的知遇之恩，一直没答应。现在张叔被调去看大门了，又来了这么个奇葩副首领，还是早跑为妙。我刚给对方发了短信，立刻就得到了回复：做好交接，下个月来北辰报道。在原有物资基础再涨5瓶脱水蔬菜和1箱抗生素，我很期待与你共事。这条件在末世简直是土豪级的待遇。要知道，人形暖炉的名号可不是吹的。当初曙光基地不过是个随时可能冻死人的烂尾楼地下室，室内温度常年在零下10度徘徊。可自从我来了，不但不需要消耗珍贵的柴油和煤炭，生活区的温度还稳定在了15度以上，甚至吸引了不少流浪者投奔。但是只要我生病或者请假不在，基地的温度就会直线下降，大家只能抱着热水袋瑟瑟发抖。之前的张叔是个人精，他一眼看出我不怕冷的特质，找人测试后发现我自带高热异能，比电暖气都好用。为了防止我被其他大基地抢走，他对外隐瞒了我的异能，只说我是负责维护供暖管道的技术员，私底下就想方设法求我留下来，恨不能上厕所都怕人给我送手纸。可惜他还是没能敌得过枕边风，先被空降的夏诗雪挤走了。我带着手写的辞职信敲响了夏诗雪的办公室，那是基地里装修最豪华的房间，原本是我的专属休息室，铺着厚厚的地毯，现在被他占了。他没让我进去，反而是拿着末世前留下的绝版护肤品涂涂抹抹，又开着对讲机和闺蜜嘻嘻哈哈聊天。哎呀，这破地方虽然条件艰苦点，但韩元哥把最好的都给我了，连房间都热得像开了地暖一样。废话，我在隔壁发功，能不热吗？我足足在门口站了半个小时，这人才大发慈悲道：“进来吧。”我正要把辞职信递给他，他却嫌弃的上下打量了我几眼。因为异能缘故，我不怕冷。你叫苏暖哥对吧？基地是幸存者求生的地方，不是以前的夜总会。你穿成这样，准备勾引谁？怪不得你能拿最高等级的物资配给，原来都是靠这种下贱手段骗来的。我告诉你，韩元哥的基地可不养闲人。我活了20多年，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话，忍不住反驳道：“夏副首领，我身上穿的是方便干活的衣服，那些物资也都是靠我自己的能力换来的。你再出言侮辱我，咱们还是去找首领评理吧。”听了我的话，夏诗雪的眼睛猛地瞪大了。在他的认知里，像我这种底层幸存者，见到他应该跪地求饶才对。他端起桌上滚烫的热茶就要泼过来，反了你了。好在我早有准备，一个侧身完美避开，滚烫的茶水泼在水泥地上，冒出滋滋的白烟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心想：等着吧，等我走了，我看你这大小姐在零下70度的极寒里还能不能这么嚣张。我正要把辞职信递给夏诗雪，她却一把夺过去，连看都不看就撕成了碎片。辞职？你以为这是旧世界的公司吗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他冷笑着站起身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我看你就是仗着长得骚，勾引了基地里的男人，才能拿到那么多物资配给。夏副首领，请你说话注意点。我压着火气，注意什么？他尖声道：你一个月拿50斤大米，5罐午餐肉，比普通幸存者高3倍，不是靠出卖身体，难道是靠你那张嘴吗？周围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幸存者，他们窃窃私语的声音让我浑身发冷。夏诗雪见我不说话，更加得意了。他端起桌上刚烧开的热水壶，做事要泼过来，像你这种贱货，就该好好教训教训。我早有防备，侧身一闪，滚烫的开水泼在水泥地上，冒出大片白色的蒸汽。你敢躲？夏诗雪气的脸都扭曲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按住！从今天起，苏暖哥不准离开基地，我要让他知道什么叫规矩。2个护卫犹豫着走了过来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冷冷地看着他。夏诗雪，你会后悔的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被护卫队从休息室拖了出来。夏诗雪裹着厚厚的貂皮大衣，站在基地最外围的铁门前，笑得格外恶毒。苏暖哥，既然你这么能干，那就去废料厂工作吧。他指着门外那片白茫茫的冰雪世界，什么时候干完，什么时候回来。废料厂是基地最边缘的区域，气温常年在零下50度以下，是专门用来丢弃垃圾和处理尸体的地方。之前有个犯了错的幸存者被罚去那里干活，不到2个小时就被冻死了。周围的人都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，有人小声劝：小苏，你就给夏副首领道个歉吧，别去那种地方。我摇了摇头，径直走向了废料厂。刺骨的寒风扑面而来，冰渣子打在脸上生疼。我站在堆积如山的冰冻垃圾前，开始释放体内的热量。很快，我周围的冰雪开始融化，温度逐渐回升。夏诗雪想冻死我，
做梦！在废料厂干了3天，我不但没被冻死，反而把那片区域清理得干干净净。夏诗雪气得牙痒痒，但又找不到理由继续为难我。就在这时，基地的物资库出事了，3罐珍贵的午餐肉罐头不翼而飞。这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末世，简直是天大的事。他站在台上，义正言辞地说：“经过调查，我发现这些罐头很可能是被苏暖哥偷走的。”放屁！管物资的老王站了出来。小苏这几天一直在废料厂，根本没机会进物资库。夏诗雪冷笑。那你怎么解释？他一个普通技术员，凭什么每月拿50斤大米？肯定是之前就偷了不少。我可以作证，小苏的配给都是张副首领亲自批的，清清白白。老王急得满头大汗。张副首领？夏诗雪眼睛一亮，那你就是他们的同伙了。他一挥手，护卫队立刻冲上来，架起老王就往外拖。夏诗雪，你会遭报应的。老王拼命挣扎，却被扔出了基地大门。外面是零下70度的冰原。老王被赶出基地后，夏诗雪的目标彻底锁定在了我身上。既然物资管理员都是同伙，那苏暖哥肯定藏了更多东西。我怀疑他私藏了大量物资，准备带着东西投奔别的基地。这话一出，不少幸存者都露出了怀疑的神色。毕竟在末世，背叛和偷窃是最不可饶恕的罪行。搜，给我仔细搜他的房间。几个护卫冲进我的隔间，翻箱倒柜，他们把我仅有的2件衣服、1床薄被子，还有3包方便面全都扔了出来。就这些？夏诗雪皱眉，显然不满意。他亲自走进来，像疯狗一样到处翻找，他的目光落在了床板下的一个小铁盒上。我心里一紧，那里面装的是顾墨尘托人送来的保暖服，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，在末世价值连城。夏诗雪打开铁盒，看到那件轻薄却保暖的衣服后，眼睛都亮了。这是什么？他举起衣服，冷笑道：“苏暖哥，你还敢说自己没问题？这衣服一看就不是咱们基地的东西，我认得，这是北辰基地的特制品。”人群里响起了倒吸冷气的声音。苏暖哥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居然勾结外人，出卖基地情报，这是北辰基地的首领送我的，和情报无关。送你的？人家凭什么送你这么贵重的东西？你肯定把咱们基地的秘密都告诉他们了，你这是诬陷。诬陷？那你说说，你和北辰基地什么关系？顾首领之前邀请我去北辰工作，这是定金。你看，他自己都承认了，他早就想背叛基地，贱人，吃着曙光的饭，还想着别人的锅。他尖锐的指甲在我脸上划出血痕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响起了脚步声，陆寒渊回来了。寒渊哥，你可算回来了，这个女人欺负我。旁白，陆寒渊皱眉看着现场一片狼藉，又看了看我脸上的血痕，怎么回事？寒渊哥，我发现苏暖哥偷了基地的物资，还勾结北辰基地出卖情报。我质问他，他不但不承认，还骂我是疯子，说要杀了我，一派胡言。苏暖哥，诗诗说的是真的吗？陆首领，这件保暖服确实是北辰基地送的，但我没有出卖任何情报。至于物资，我根本没偷，这是栽赃。你还狡辩，物资管理员都被你收买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旁白。陆寒渊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苏暖哥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本分的人，没想到你这么有心机。陆寒渊，你清醒一点，你难道看不出来这一切都是他设计的吗？够了，从现在起，你被驱逐了。驱逐？我冷笑一声，从口袋里掏出旧手机，按下播放键。陆寒渊刚才说的话清晰地传了出来。陆寒渊的脸色瞬间变了。陆首领，按照基地的规定，主动驱逐功勋成员需要支付相应的补偿。我在曙光基地工作了2年，按照贡献度计算，你至少要给我100斤大米、10罐午餐肉、5套保暖衣物。你敢威胁我？陆寒渊咬牙切齿，不是威胁，是合理要求。我换了换手机，如果你不同意，我就把这段录音公开，让所有幸存者知道首领是怎么对待功臣的。夏诗雪气得尖叫，寒渊哥，你别听他的，他就是个贱人。陆寒渊深吸一口气，死死盯着我。好，我给你补偿，但你必须立刻滚出基地。成交。半小时后，我推着一辆装满物资的手推车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曙光基地的大门。身后，夏诗雪得意的笑声刺耳至极，但我知道他很快就笑不出来了。我离开的当天晚上，曙光基地的温度就开始下降，起初只是微妙的变化，大家裹紧了被子，以为只是普通的寒流，但到了半夜，温度计上的数字已经跌到了零下15度。怎么这么冷？有人从睡梦中冻醒，瑟瑟发抖。是不是供暖管道坏了？快去叫维修工！值班的护卫慌忙跑去检查，却发现管道一切正常，柴油也在燃烧，但就是不热。夏诗雪裹着3床被子，还是冷得牙齿打颤。她把陆寒渊摇醒，寒渊哥，好冷啊！陆寒渊也觉得不对劲，但他只是皱了皱眉，可能是设备老化了，明天让人修修。然而第2天，温度不但没有回升，反而继续下降，零下20度。零下30度，基地的墙壁上开始凝结出白色的冰霜，幸存者们即使穿着所有的衣服，也冷得瑟瑟发抖。这不对劲！有人惊恐地喊道：“从来没这么冷过！”恐慌开始在基地里蔓延。我离开的第3天，曙光基地的温度跌到了零下50度，这是致命的温度。幸存者们挤在一起取暖，但依然有人被活活冻死，哭声、求救声、绝望的呼喊声混成一片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陆寒渊站在结冰的走廊里，看着眼前的人间地狱，整个人都懵了。就在这时，被贬去看大门的张叔冲了进来，他的胡子上挂着冰碴，眼睛通红，一把揪住陆寒渊的衣领。你知道你赶走的是谁吗？你疯了！陆寒渊想挣脱。你赶走的不是一个技术员，张叔嘶吼道。
是基地的太阳，是我们所有人活下去的希望。你在说什么？苏暖哥有异能，他是恒温体质，基地的温度全靠他一个人维持。张叔眼泪都流出来了，我隐瞒他的身份，就是怕他被人抢走。可你居然亲手把他赶走了。陆寒渊如遭雷击，他踉跄着跑回监控室，调出了过去2年的所有录像。画面里，苏暖哥独自坐在锅炉房，周围的温度计数字不断上升。他累得睡着，温度就下降。他醒来继续工作，温度又回升。陆寒渊瘫坐在椅子上，双手颤抖。窗外，曙光基地已经被厚厚的冰雪覆盖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推着手推车走了整整1天，我终于在傍晚时分抵达了北辰基地。巨大的钢铁大门缓缓打开，顾墨尘亲自站在门口等我。欢迎来到北辰。他接过我手里的推车，温和地笑了。从今天起，这里就是你的家。基地里的幸存者们听说我来了，纷纷围了过来，他们的眼神里满是期待和好奇。就是他吗？传说中的恒温体质。听说他在的地方就不会冷。太好了，我们终于不用每天烧那么多柴油了。顾墨尘带我参观基地，这里比曙光基地大得多，设施也更完善。他特意为我准备了一间宽敞的房间，里面铺着厚厚的地毯，还有一张柔软的大床。你先休息，晚上我让人给你送饭过来。他说着又补充道，对了，从明天开始你不需要做任何体力活，只要在基地的中央大厅待着就行。我点了点头，躺在床上，第一次感受到了被尊重的感觉。当天夜里，北辰基地的温度就开始回升，幸存者们激动地欢呼起来，有人甚至流下了眼泪。与此同时，曙光基地已经陷入了彻底的混乱，温度持续下降，零下55度的严寒让幸存者们根本无法入睡。他们挤在一起，用仅剩的被子和衣物裹住身体，但依然冷得瑟瑟发抖。首领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要冻死了。他派出去求援的人已经去了3天，至今没有任何消息。联系周边的基地，告诉他们我们愿意用物资换取帮助。首领，我们已经联系过了，但是什么？他们都拒绝了。铁岭基地的首领说，曙光基地现在就是个无底洞，谁帮谁倒霉。陆寒渊一拳砸在桌上，桌面上的冰霜被震得簌簌落下。那北辰基地呢？北辰基地他们说，除非您亲自去请苏暖哥回来，否则免谈。陆寒渊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，让他去求苏暖哥，那个被他亲手赶走的女人。但是除了这个办法，他还能怎么办？夏诗雪裹着5床被子，依然冷得牙齿打颤，她的双手已经冻伤了，手指肿得像胡萝卜，指甲盖下面全是淤血。寒渊哥，我好冷，我受不了了。陆寒渊看着他红肿的双手，心里也不好受，但他现在自顾不暇，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照顾他。再忍忍，我会想办法的。他敷衍道，你还能想什么办法？都是因为你，我们才会变成这样。你说什么？陆寒渊皱眉。我说，都是你的错。夏诗雪歇斯底里地喊道，当初我让你别赶走苏暖哥，是你非要听我的。现在好了，基地要完了，我们都要死了。当初是谁说苏暖哥勾引我，非要我把他赶走的？夏诗雪语塞，现在出事了，你就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。陆寒渊冷笑，夏诗雪，你还真是自私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，留下夏诗雪一个人在寒冷中哭泣。第5天，曙光基地的死亡人数突破了80人。张叔看着那些被冻死的尸体，心如刀绞。他找到了几个跟随自己多年的老员工，低声道：“我们不能再待下去了，再待下去只有死路一条。可是首领不让我们离开。首领，他现在连自己都保不住，还管得了我们？”当天夜里，张叔带着20几个人，趁着守卫不注意，偷偷溜出了基地。他们在冰天雪地里走了整整2天，终于抵达了北辰基地。顾墨尘听说张叔来了，亲自出来迎接。张副首领，欢迎来到北辰。顾首领，我有眼无珠，当初没能保护好小苏，现在厚着脸皮来投奔你们，实在是……过去的事就别提了。你们能来，我很高兴。张叔感激地看着他，又问：小苏呢？我能见见他吗？他在中央大厅，我带你去。陆寒渊得知张叔带人逃跑后，气得砸了办公室里所有能砸的东西。陆寒渊咬牙切齿道：一群白眼狼，我当初就不该收留他们。助理战战兢兢地站在一旁，不敢说话。陆寒渊看着助理问：还有多少人？助理小声道：不到70人了。曙光基地曾经有300多人，现在只剩下不到70人。助理问：首领，我们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陆寒渊艰难地开口：准备物资，我亲自去北辰基地。助理问：您是要去求苏暖哥？陆寒渊苦笑道：除了这个办法，我们还能怎么办？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剩下的人都死掉。夏诗雪听说陆寒渊要去求苏暖哥，立刻冲进办公室。夏诗雪尖叫道：你去求那个贱人，我们的脸往哪儿放？陆寒渊冷冷地看着他，脸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乎脸？夏诗雪死死拉住他，说：我不管，你不能去。陆寒渊一把甩开他，你要是不想活了，就自己去死，别拖累别人。陆寒渊带着仅剩的10箱罐头和50斤大米，踏上了前往北辰基地的路。这些物资是曙光基地最后的家底，他本来想留着给幸存者们过冬，但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。走了整整1天，他终于看到了北辰基地高大的钢铁城墙。站住！守卫举起枪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曙光基地的首领陆寒渊，他沉声道：我来找苏暖哥。守卫愣了一下，随即冷笑：苏小姐说了，不见你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她谈。陆寒渊咬牙道：不见就是不见。守卫不耐烦地挥手：赶紧走，别在这儿碍事。
陆寒渊站在原地，死死盯着紧闭的大门。他知道苏暖哥就在里面，但他进不去。我可以等，他说，我会一直等到他愿意见我为止。守卫嗤笑一声，转身回到了岗上。陆寒渊就这样站在门口，任由寒风吹打。顾墨尘很快就得知了陆寒渊在门口的消息。他走到监控室，看着屏幕上那个孤零零站在风雪中的身影，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淡淡道：“让他等着吧。”助理犹豫了一下，顾首领，他带了不少物资来，要不要？不要。顾墨尘打断他，北辰基地不缺那点东西。他转身离开监控室，来到中央大厅。苏暖哥正坐在那里看书，周围的温度温暖如春。顾墨尘在他身边坐下。陆寒渊来了，他在门口等你。苏暖哥头也不抬，不见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不过他说会一直等下去，那就让他等。苏暖哥翻了一页书，反正和我没关系。顾墨尘看着他平静的侧脸，心里涌起一股怜惜。他知道苏暖哥并不是真的冷血，他只是被伤得太深了。如果你想见他，我可以安排。他轻声道：“不用。”苏暖哥摇头，我和他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。顾墨尘点了点头，不再多言。陆寒渊在北辰基地门口站了整整一夜。第二天清晨，他的眉毛和胡子上都结满了冰霜，整个人看起来狼狈不堪。守卫换班时看到他还在，忍不住嘲讽：“你还真能等啊，不过没用的，苏小姐不会见你的。”陆寒渊没有说话，只是继续站着。他的双腿已经冻得失去了知觉，但他不敢坐下，因为他知道一旦坐下，他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了。中午时分，有人给他送来了一碗热汤，这是顾首领让我送来的。那人说。他说：“你要是冻死在门口，对北辰基地的名声不好。”陆寒渊接过热汤，双手颤抖着喝了下去，温热的液体流进胃里，让他稍微恢复了一些力气。他沙哑着声音说：“谢谢。”那人没有回应，转身离开了。陆寒渊继续站在门口，他的眼睛死死盯着大门，仿佛只要他足够坚持，苏暖哥就会出现。但是，一整天过去了，大门依然紧闭。夏诗雪得知陆寒渊去求苏暖哥，心里又气又怕。他气的是陆寒渊居然真的去低头了，怕的是如果苏暖哥回来，他的日子肯定不好过。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他咬着牙做出了一个决定，他偷偷联系了附近一个叫铁岭基地的首领。李首领，我是曙光基地的夏诗雪。他在通讯器里谄媚地说，我有重要情报要告诉您。什么情报？对方冷冷地问。夏诗雪压低声音，曙光基地现在只剩下不到70人，物资也所剩无几。如果您愿意接收我可以帮您拿下整个曙光基地。对方沉默了片刻，然后问，你想要什么？我只要一个安全的住处，还有足够的食物。夏诗雪说，我不要求太多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对方说，3天后我会派人去接你。夏诗雪挂断通讯器，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。他才不管曙光基地会怎么样，他只想活下去。陆寒渊在北辰基地门口跪了整整一夜。第3天清晨，顾墨尘终于出现了。他站在陆寒渊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陆首领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我求你，让我见见苏暖哥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，只要他能回去救救曙光基地。任何代价？你拿什么付出代价？你现在一无所有。陆寒渊咬着牙，我可以用我的命，你的命不值钱。苏暖哥不会因为你的命回去的。那他要什么？只要他开口，我什么都答应。陆墨尘看着他，眼里闪过一丝怜悯。他什么都不要，因为他已经不在乎曙光基地了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。陆寒渊跪在地上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。他知道曙光基地完了，而这一切都是他亲手造成的。陆寒渊在门口跪了3天3夜后，苏暖哥终于同意见他。会面地点在北辰基地的会议室，苏暖哥坐在主位上，顾墨尘站在他身边。陆寒渊走进来时，整个人已经憔悴不堪，他的嘴唇冻得发紫，脸上满是冻疮。苏暖哥，他刚开口，声音就哽咽了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苏暖哥的声音很平静，听不出任何情绪。我求你回曙光基地，哪怕只是暂时的。陆寒渊跪了下来，那里还有几十个无辜的幸存者，他们快要冻死了。那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苏暖哥反问。陆寒渊愣住了。当初你赶我走的时候，可没想过我会不会冻死在外面。苏暖哥冷冷道，现在你们遇到困难了，就想起我来了。我知道我错了。陆寒渊磕头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苏暖哥沉默了片刻，终于开口，我可以考虑，但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陆寒渊急切地问。曙光基地1半的物资储备，还有你必须在全体幸存者面前公开道歉，承认是你的错误导致了这一切。陆寒渊脸色煞白，但最终还是点了头，我答应。3天后，陆寒渊带着苏暖哥回到了曙光基地。幸存者们看到苏暖哥，眼里都亮起了希望的光芒。是苏小姐，她回来了，我们有救了。陆寒渊站在所有人面前，艰难地开口：“各位，今天我要向大家道歉。”他深吸一口气，继续说：“曙光基地会变成现在这样，都是因为我的错误决策。我不该听信谗言，赶走苏暖哥，是我的愚蠢和偏执，害得大家受苦。”说完，他深深地鞠了一躬。幸存者们面面相觑，有人小声议论：“原来真的是首领的错。我就说嘛，苏小姐那么好的人，怎么可能偷东西？”夏诗雪站在人群中，脸色铁青。她没想到陆寒渊真的会当众承认错误。苏暖哥走到中央大厅，开始释放热量。很快，基地的温度开始回升，-40度、-30度、-20度。幸存者们激动得热泪盈眶，有人甚至跪下来感谢苏暖哥。但苏暖哥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他只是静静地坐着，仿佛这一切与他无关。
温度回升后，陆寒渊按照约定交出了基地一半的物资。夏诗雪看着那些被搬走的大米和罐头，心如刀绞。寒渊哥，那些可是我们最后的储备了。他拉住陆寒渊，你怎么能全给他？这是我答应他的条件。陆寒渊冷冷地甩开他的手，够了！如果不是你当初非要我赶走他，我们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你现在怪我，当初明明是你自己同意的。是，我同意了，所以我现在在承担后果。但你呢？你除了哭哭啼啼，还会做什么？夏诗雪气得浑身发抖。陆寒渊，你会后悔的。说完，他转身跑回了房间。他拿出藏起来的通讯器，给铁岭基地的李首领发了消息：我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行动。对方很快回复：明天晚上我会派人去接你，记住把曙光基地的物资分布图带上。夏诗雪看着消息，嘴角勾起一抹恶毒的笑。苏暖哥只在曙光基地待了3天，3天后他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。陆寒渊追出来问：你要走了？基地的温度还不稳定，你能不能再多待几天？我已经履行了承诺。苏暖哥头也不回：剩下的你们自己想办法。陆寒渊急切地说：可是陆寒渊，我不欠你的。苏暖哥转身看着他：你也别再来找我了。他推着装满物资的手推车走出了曙光基地的大门。陆寒渊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风雪中。他突然意识到，他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能力者，更是一个曾经真心对待基地的人。苏暖哥离开后的第2天，基地的温度又开始下降，幸存者们陷入了恐慌。一个幸存者问：怎么又冷了？另一个人说：苏小姐不是来过了吗？她只待了3天就走了，根本没用。陆寒渊站在会议室里，听着外面的抱怨声，整个人都麻木了。他知道曙光基地已经没救了，我们不能再待下去了，再待下去只有死路一条。可是首领不让我们走，管他呢，命都要没了，还管什么首领？陆寒渊得知有人想逃跑，立刻召集了所有人。我知道大家现在很绝望，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分散逃跑，只会死得更快。那我们留在这儿就不会死吗？从今天起，任何人不准离开基地，违者格杀勿论。首领，你疯了吗？你这是要把我们都困死在这儿？陆寒渊不理会这些质疑，他转身对护卫队下令，加强巡逻，任何试图逃跑的人直接击毙。护卫队面面相觑，但最终还是点了头。夏诗雪看着陆寒渊偏执的样子，心里涌起一股恐惧。他知道他必须尽快离开这里。当天夜里，夏诗雪趁着守卫换班的空隙，偷偷溜出了房间。他身上背着一个包，里面装着食物和物资分布图。站住！一个守卫发现了他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去上厕所。夏诗雪强装镇定，守卫狐疑地看着他，大半夜的上什么厕所？我肚子疼，不行吗？夏诗雪提高了音量，守卫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让开了路。夏诗雪快步走向基地的后门，那里是防守最薄弱的地方。他刚走到门口，就看到铁岭基地的人已经在外面等着了。快走！对方低声道。夏诗雪毫不犹豫地冲了出去。就在这时，身后响起了枪声，守卫大喊：有人逃跑！夏诗雪吓得魂飞魄散。他拼命地往前跑，铁岭基地的人掩护着他，很快消失在了夜色中。陆寒渊听到枪声，冲出来时只看到了敞开的后门。是谁跑了？他厉声问。守卫低着头。陆寒渊听到夏诗雪逃跑的消息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他往哪个方向跑了？他咬牙问。东北方向，应该是去铁岭基地了。守卫回答。陆寒渊二话不说，带着10几个护卫冲出了基地。冰原上的风雪很大，能见度极低，他们在雪地里追了整整一夜，却连个人影都没看到。首领，我们找不到了。有人说，再追下去我们自己都要冻死了。陆寒渊站在风雪中，眼里满是不甘。他没想到夏诗雪居然会抛下他逃跑。首领，我们回去吧。护卫劝道。陆寒渊沉默了很久，最终点了头。回到基地时，他们发现又有5个人趁乱逃跑了。该死！陆寒渊砸碎了桌上的杯子。他知道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曙光基地很快就会彻底瓦解。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当初赶走了苏暖哥，他后悔了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夏诗雪跟着铁岭基地的人走了整整2天，终于抵达了目的地。铁岭基地比曙光基地小得多，但至少温度还算正常。李首领是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，他上下打量着夏诗雪，他眼里闪过一丝贪婪，笑着问：你就是夏诗雪？是的，李首领。夏诗雪谄媚地说。这是曙光基地的物资分布图，我都给您带来了。李首领接过图纸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不错，你很识时务。那您答应我的？放心，我说话算话。李首领挥手，给他安排个房间，好吃好喝伺候着。夏诗雪松了口气，跟着人去了房间。房间虽然简陋，但至少温暖干燥。她躺在床上，终于感觉自己活过来了。只要能活下去，什么都值得。她自言自语，但她不知道的是，李首领根本没打算真心接纳她。在他眼里，夏诗雪只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棋子罢了。陆寒渊带人追了1天1夜，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暴风雪，10几个护卫中有5个被活活冻死，剩下的人也都冻伤了。回到基地时，陆寒渊发现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，幸存者只剩下不到50人了，其他人要么冻死，要么逃跑。首领，我们撑不下去了。有人哭着说：求求您，放我们走吧。陆寒渊看着这些绝望的面孔，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。他曾经以为自己是个合格的首领，可以带领大家生存下去，但现在他连自己都保不住。你们走吧。他疲惫地挥手。我不拦你们了。幸存者们愣了一下，随即欢呼起来。他们迅速收拾东西，争先恐后地逃离了曙光基地。最后只剩下陆寒渊和几个忠心的护卫。陆寒渊坐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，看着窗外的风雪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。他失败了。
彻底失败了。陆寒渊在曙光基地又坚持了3天，但最终还是撑不下去了。基地的物资已经耗尽，温度也降到了-60度。首领，我们必须离开了，再不走，我们都要死在这儿。他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曾经繁荣的基地，转身走进了风雪中。他们的目的地是北辰基地，只有那里才能活下去。走了整整5天，他们终于抵达了北辰基地的大门。陆寒渊站在门口，想起了上次自己跪在这里的场景。他对守卫说：“我要见顾墨尘。”守卫很快通报上去，顾墨尘出现在门口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。他说：“陆首领，又见面了，这次你又想要什么？”陆寒渊深吸一口气：“我想加入北辰基地。”顾墨尘挑眉问：“加入？你一个前首领，愿意屈居人下？只要能活下去，我什么都愿意。”陆寒渊低下了头。顾墨尘沉默了片刻，终于开口：“可以，但你必须放弃首领身份，成为普通劳工。”陆寒渊咬了咬牙，最终点了头：“我答应。”苏暖哥听说陆寒渊加入了北辰基地，说了句：“随他吧。”顾墨尘安排陆寒渊去做最底层的工作，清理冰雪和垃圾，这是基地最苦最累的活，要在-50度工作10小时。他穿着单薄的工装，拿着铁锹，一下一下地铲着冰雪，他的手很快就冻裂了，鲜血渗出，和冰雪混在一起。看，那就是曙光基地的前首领。有人指着他私语：“真是风水轮流转啊！当初他多威风，现在落魄成这样，活该！谁让他把苏小姐赶走的？”陆寒渊听着这些嘲讽，低着头继续干活。他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反驳，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的。中午休息时，他领到了一份简陋的午餐。他一个人坐在最偏僻的角落里，默默地吃着午餐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从不远处走过，是苏暖哥。陆寒渊下意识地站了起来，想要说些什么，但苏暖哥连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径直走了过去。陆寒渊僵在原地，手里的馒头掉在了地上，那个发硬的馒头静静地躺在冰冷的地面上。顾墨尘温和地说：“陆寒渊现在在基地里干活，你要是觉得不舒服，我可以把他赶走。”苏暖哥摇头：“不用，他在不在对我来说都一样。”顾墨尘看着他平静的脸，心里有些心疼。他知道苏暖哥只是把所有的情绪都藏了起来。其实曙光基地的幸存者们想要加入北辰，我在考虑要不要接收他们。苏暖哥说：“你决定就好。”顾墨尘问：“那陆寒渊呢？他现在的身份是普通劳工，但如果曙光基地的人都来了，他的处境会很尴尬。”苏暖哥沉默片刻，让他继续做劳工吧，这是他应得的。顾墨尘点了点头。几天后，曙光基地剩余的幸存者陆续抵达北辰基地。他们看到陆寒渊在铲雪，都露出了复杂的表情。有人想要上前打招呼：“首领。”陆寒渊摆了摆手：“别叫我首领了，我现在只是个普通劳工。”那人张了张嘴，最终什么也没说，转身离开了。陆寒渊在北辰基地干了1个月的苦力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。他的手上满是冻疮和伤口，脸色也变得蜡黄，但他从不抱怨，每天默默地完成自己的工作。有一天，他在清理垃圾时，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夏诗雪。他被几个铁岭基地的人压着，浑身是伤。“放开我，你们这些混蛋！”夏诗雪拼命挣扎。“老实点！”一个男人一巴掌扇在他脸上。“要不是李首领让你过来，你早就冻死在外面了。”陆寒渊愣住了，他快步走过去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你是谁？”那人不耐烦地问。“我……”陆寒渊顿了一下：“我认识他。”“认识又怎么样？”那人冷笑：“这女人背叛了李首领，被赶出来了。我们只是奉命把她送到北辰基地，至于她的死活，我们可不管。”说完，他们把夏诗雪扔在地上，转身离开了。夏诗雪躺在雪地里，浑身颤抖。她抬起头，看到了陆寒渊。“寒渊哥！”她哭着伸出手：“救救我！”陆寒渊看着夏诗雪，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。曾经，他那么爱这个女人，为了她赶走了苏暖哥，回到了整个曙光基地。但现在，他只觉得厌恶。“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”夏诗雪哭得更厉害了。我去了铁岭基地，李首领说会收留我，可他只是把我当成玩物。他的妻子发现了我，派人把我打成这样，然后把我赶了出来。寒渊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陆寒渊沉默了很久。“你确实错了，但我也一样。那你能原谅我吗？”夏诗雪期待地看着他。陆寒渊摇了摇头：“我连自己都原谅不了，怎么原谅你？”说完，他转身离开了。夏诗雪跪在雪地里，绝望地哭喊：“陆寒渊，你不能丢下我，我们曾经那么相爱。”但陆寒渊没有回头，他知道他和夏诗雪之间早就什么都不剩了。苏暖哥听说夏诗雪来了北辰基地，只是冷冷地说了句：“别让她进来。”顾墨尘点了点头，吩咐守卫不要让夏诗雪进入基地。夏诗雪在基地门口跪了整整1天，但没有人理会她。到了晚上，气温降到了-70度，“求求你们让我进去，我快要冻死了。”守卫冷漠地看着他。顾首领说了，不让你进。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对我？夏诗雪哭喊道。守卫嘲讽道：“你自己做过什么，心里没数吗？当初你怎么对苏小姐的，现在就怎么对你。”夏诗雪愣住了，她想起了当初是怎么羞辱苏暖哥的，怎么把他赶出曙光基地的。“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”他喃喃自语，但已经没有人在乎他的忏悔了。陆寒渊站在基地的围墙上，远远地看着夏诗雪。他想起了自己曾经为了这个女人放弃了一切，现在想想真是可笑。夏诗雪在北辰基地门口跪了3天，最终还是没能进去。第4天清晨，守卫发现他已经没有了呼吸，他被冻死了，尸体僵硬地跪在雪地里，脸上还挂着绝望。“处理掉吧。”顾墨尘淡淡地说。守卫点了点头，把夏诗雪的尸体拖到了废料场。
陆寒渊听说夏诗雪死了，沉默了很久。他没有去看她最后一眼，也没有为她收尸，因为他知道这是他应得的下场。曾经他们一起毁掉了苏暖哥的生活，毁掉了曙光基地，现在他们也得到了报应。夜里，陆寒渊躺在简陋的工棚里，盯着天花板发呆。他想起了很多事，想起了苏暖哥第一次来曙光基地时那双清澈的眼睛，想起了他为基地默默付出的日日夜夜，想起了自己是怎么一步步把他推开的。如果能重来，他喃喃自语。但他知道没有如果。陆寒渊在北辰基地干了3个月的苦力，身体已经到了极限，长期的劳累和寒冷让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，每天都会咳血。一个同事劝他，你该去看医生了。没事。陆寒渊摆了摆手，继续干活。他知道以他现在的身份没资格享受基地的医疗资源，而且他也不想去，觉得自己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惩罚，死了反而是解脱。有一天他在工地上突然晕倒了，同事们把他抬到了医务室，医生检查后摇了摇头，肺部感染很严重，如果不治疗最多还能活1个月。陆寒渊虚弱地说，那就不治了。医生皱眉，你疯了吗？你还年轻，怎么能放弃生命？我已经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。陆寒渊闭上眼睛，医生叹了口气，给他开了一些止痛药，就让他回去了。陆寒渊拖着病体，继续每天去工地干活。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但他不在乎。苏暖哥和顾墨尘的感情越来越好，顾墨尘对他体贴入微，从不让他受一点委屈。有一天，他单膝跪在苏暖哥面前，拿出了一枚戒指。暖哥，嫁给我好吗？苏暖哥看着他真挚的眼神，点了点头。好。顾墨尘激动地把他抱了起来，在原地转了好几圈。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。婚礼定在1个月后，消息传遍了整个北辰基地，大家都为他们感到高兴。苏小姐终于要幸福了，顾首领对她真好，他们是天生一对。陆寒渊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正在工地上铲雪，他手里的铁锹突然掉在了地上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陆寒渊捡起铁锹继续干活，但他的眼泪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他知道苏暖哥终于找到了属于他的幸福，而他永远失去了他。整个北辰基地都装饰得喜气洋洋，幸存者们难得露出了笑容。苏暖哥穿着一件白色的婚纱，美得像个天使。顾墨尘牵着他的手，眼里满是宠溺。我愿意。苏暖哥说，我也愿意。顾墨尘说，两人交换了戒指，在所有人的祝福声中拥吻在一起。他的脸色苍白，嘴角还挂着血迹。他终于幸福了。他喃喃自语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剧烈的咳嗽起来，大口大口的吐血。你没事吧？有人关切地问。没事。陆寒渊摆了摆手，他回到简陋的工棚，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。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，如果有来生，我一定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他闭上眼睛，但他知道没有来生。婚礼结束后的第3天，有人发现陆寒渊死在了工棚里，他的尸体已经僵硬，脸上却带着一丝解脱的笑容。去通知顾首领。守卫说，顾墨尘听到消息，只是淡淡的说，按照规矩处理吧。陆寒渊的尸体被拖到了废料场，和夏诗雪埋在了一起，没有人为他哭泣，也没有人为他默哀，他就这样孤独的死去，无人知晓。苏暖哥听说陆寒渊死了，沉默了很久。你难过吗？顾墨尘问。不难过。苏暖哥摇头。我只是在想，如果当初他能对我好一点，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顾墨尘握住他的手。我们要向前看。苏暖哥点了点头。他知道陆寒渊和夏诗雪的故事已经彻底结束了，而他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。窗外雪还在下，但北辰基地里却温暖如春。陆寒渊和夏诗雪死后，曙光基地的废墟被彻底遗弃了。有探险队路过那里时，发现整个基地已经被冰雪完全覆盖，变成了一座冰封的坟墓。听说这里曾经有300多人。是啊，可惜他们的首领太蠢了，把唯一能救他们的人赶走了。他们在废墟里翻找了一会儿，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，就离开了。曙光基地的故事成为了末世中一个警示性的传说，人们用它来教育后代。在末世中，愚蠢和偏见比寒冷更致命。而苏暖哥的名字也随着这个故事传遍了整个区域，越来越多的基地想要挖他，开出的条件一个比一个优厚，但苏暖哥全都拒绝了。我在北城很好，这里就是我的家。顾墨尘听了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他知道苏暖哥终于真正放下了过去，开始拥抱新的生活。婚后的生活平静而幸福。顾墨尘把基地管理得井井有条，苏暖哥则负责维持温度。有一天，苏暖哥突然感到身体不适。怎么了？顾墨尘紧张地问。我也不知道，就是觉得有点恶心。顾墨尘立刻带他去了医务室，医生检查后脸上露出了笑容。恭喜你们，苏小姐怀孕了。什么？两人同时愣住了。怀孕了？顾墨尘激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苏暖哥也愣愣地摸着自己的肚子，眼里闪过一丝温柔。我要当爸爸了。顾墨尘兴奋地把他抱了起来。小心点。苏暖哥笑着拍他。消息传出后，整个北辰基地都沸腾了。太好了，苏小姐要生宝宝了，这是北辰基地的福气啊！大家纷纷送来祝福和礼物。怀孕后，顾墨尘对我更加呵护备至，他不让我做任何重活，甚至连释放热量的时间都严格控制。他认真地说，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养好身体。我被他照顾得有些不好意思，我又不是瓷娃娃，没那么脆弱。在我眼里你就是。他温柔地摸着我的头，为了让我安心养胎，他特意从其他基地请来了最好的医生。他还让人建了一个温室，里面种满了各种蔬菜和水果。他说，这些都是给你和宝宝准备的。我看着满园的绿色植物，眼眶有些湿润。在这个冰天雪地的末世里，能看到这么多生机勃勃的植物，简直是奇迹。谢谢你。我轻声说。
傻瓜，我们是夫妻，不用说谢谢。他把我拥进怀里，我靠在他胸口，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幸福。怀孕5个月时，我的肚子已经明显隆起了。我每天在基地里散步，幸存者们看到我都会热情地打招呼。苏小姐，今天气色真好，宝宝一定很健康。我笑着回应他们，心里暖暖的。这种感觉是我在曙光基地从未体验过的。有一天，我散步时路过了劳工区，那里曾经是陆寒渊工作的地方。还在想他吗？顾墨尘不知何时走到了我身边。没有，我摇头。我只是在想，如果当初他能对我好一点，也许他现在还活着。有些人注定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，你不需要为他感到愧疚。我知道，我点头，我只是有点感慨。顾墨尘握住我的手，走吧，我们回家。我最后看了一眼那片空地，转身离开了。我知道，过去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怀孕7个月时，北辰基地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雪，气温骤降到零下80度，供暖系统都开始出现问题。苏小姐，您能帮忙吗？有人焦急地问。苏暖哥看着自己的大肚子，犹豫了一下，不行。顾墨尘坚决地说，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适合。可是，苏暖哥看着那些瑟瑟发抖的幸存者，我来想办法。顾墨尘说，他立刻组织人手，加大了燃料的供应，又让大家集中到中央大厅取暖。但即便如此，温度还是在持续下降。苏暖哥看着那些冻得发抖的孩子，终于下定了决心，让我试试吧。他对顾墨尘说，不行，太危险了。顾墨尘拒绝，我会控制好的。苏暖哥握住他的手，相信我。顾墨尘看着他坚定的眼神，最终妥协了。好，但你必须答应我，一旦不舒服就立刻停下。苏暖哥点了点头。苏暖哥坐在中央大厅，开始缓慢地释放热量。他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输出，不让自己过度消耗。温度开始缓慢回升，零下70度，零下60度。幸存者们感受到了温暖，纷纷松了口气。太好了，苏小姐真是我们的救星。但就在这时，苏暖哥突然感到一阵剧痛。啊！他捂住肚子。暖哥，顾墨尘冲了过来。怎么了？肚子好痛。苏暖哥额头上冒出冷汗。快叫医生！顾墨尘大喊。医生很快赶来，检查后脸色凝重。不好，胎儿可能早产，必须立刻准备手术。什么？顾墨尘慌了。现在才7个月，会不会有危险？有一定风险，但如果不手术，大人和孩子都有危险。医生说。顾墨尘咬了咬牙，做手术一定要保住他们。苏暖哥被紧急送进了手术室。顾墨尘在门外焦急地等待，整个人都快崩溃了。一定要平安，他不停地祈祷。终于，手术室的门打开了。医生走出来，脸上带着疲惫的笑容。医生，恭喜你，母子平安。顾墨尘瞬间松了口气，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顾墨尘，真的吗？他们都没事？医生，虽然孩子早产，但各项指标都很正常。医生，苏小姐也很坚强，挺过来了。顾墨尘冲进病房，看到苏暖哥虚弱地躺在床上。暖哥，他握住他的手。孩子呢？苏暖哥虚弱地问。很健康，是个男孩。顾墨尘温柔地说。护士把孩子抱了过来，小小的婴儿皱着脸，发出微弱的哭声。苏暖哥看着他，眼里涌出泪水。我们的孩子，他喃喃道。顾墨尘把他和孩子一起抱在怀里。我们的家。孩子出生后，北辰基地变得更加热闹了，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小生命，纷纷送来礼物。这是我做的小衣服，这是我找到的玩具。顾墨尘给孩子取名叫顾晨，寓意是新的黎明，希望他能在这个末世里带来新的希望。苏暖哥看着怀里的孩子，心里充满了温柔。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有这样幸福的一天。曾经在曙光基地，她只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，但现在她有了爱她的丈夫，有了可爱的孩子，还有一群关心她的人。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让我重新相信这个世界还有温暖。顾墨尘吻了吻她的额头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窗外雪还在下，但屋内却温暖如春。顾晨满月那天，北辰基地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，这是末世以来基地第一次为新生儿举办庆典，大家都很兴奋，纷纷前来祝贺。这孩子长得真好，眼睛像苏小姐，鼻子像顾首领。苏暖哥抱着孩子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就在这时，有探险队从外面回来，带来了一个消息：顾首领，我们在曙光基地的废墟里发现了2具尸体，是陆寒渊和夏诗雪。顾墨尘皱了皱眉，处理掉吧。已经处理了，不过我们在陆寒渊身上发现了一封信，是写给苏小姐的。苏暖哥愣了一下，给我的。队长递过来一个冻得发硬的信封。苏暖哥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打开了。信纸上只有简单的几行字：对不起，我毁了你的生活，也毁了自己。如果有来生，我希望能做个好人，祝你幸福。苏暖哥看完，沉默了很久，最后他把信扔进了壁炉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他轻声说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间3年过去了。顾晨已经长成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，他继承了苏暖哥的恒温体质，小年纪就能释放出温暖的热量。妈妈，我也能像你一样帮助大家吗？他仰着小脸问。苏暖哥温柔地摸着他的头，当然可以，但你要记住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我知道。顾晨认真地点头。北辰基地在这3年里发展得越来越好，基地的人口增加到了5000人，成为了整个区域最强大的避难所。其他基地纷纷前来寻求合作，北辰基地的影响力越来越大。有一天，苏暖哥站在基地的最高处，俯瞰着这片他守护的土地。你在想什么？顾墨尘走到他身边。我在想，
如果当初没有离开曙光基地，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？那你会后悔吗？顾墨尘问。不后悔。苏暖阁摇头，正是因为那些经历，我才能遇见你，才能拥有现在的幸福。顾墨尘把他拥进怀里，我也是。远处，顾晨正和其他孩子们玩耍，笑声在空气中回荡。苏暖哥看着这一切，嘴角勾起一抹满足的笑容。曾经的伤痛已经过去，未来充满了希望。在这个极寒的末世里，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温暖。